我真的好想買房子系列，10年老人宅翻倍，醫院旁電梯兩房為何最搶手？掌握4大關鍵，挑房一次看懂。先說結論老人宅在不斷變多的情況之下，電梯兩房會越賣越好，就是這個客群他會特別喜歡需要這種東西，因為對老人來說這就剛需嘛，他一定要有電梯。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上一支影片聊了，現在有更好買房嗎？如果你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老人宅變多了。這次來聊一個新聞，標題我念一下：高齡獨居潮來了，今年首季達85萬宅，我靠，85萬老人宅10年倍增。那內容是這樣，就是根據內政部的資料，全國截至2025年第一季為止，全國僅老年人口居住宅達85萬宅，就一個老人獨居的這種85萬宅，什麼概念啊？來看看這張表，這2022的統計，台北市的住宅總共有90萬宅，那也就是說，把全台老人全部都這樣塞到台北市，台北市滿了呢，是這麼誇張的數字呢。好，那我們繼續，僅獨居老人居住宅的數量達到65.5萬宅，而這個數據相較於10年前同期都怎樣翻倍成長了。然後我們也簡單講一下各縣市的情況，你可以同步看這張表。好，全台平均的老人宅增幅是 88%， 最高是哪邊？桃園桃園的增幅是 127%， 這也合理，年輕人進城打工，對不對？那台北市的增幅反而只有 71%， 你也不要想說這是好事，這就是因為台北的房子實在是太貴了，然後大家不得不跟爸媽住。而且你不要忘了，我們之前還有提過一個數字，現在有56萬位老人都還住在公寓裡面爬樓梯啦。所以最壞的情況是什麼？就這個老人又獨居，然後他要怎樣？他要住公寓住公寓還不是住1樓每天在那邊爬樓梯。那你看這個風險極大，每天都要出門嘛，你只要上樓梯下樓梯好一次就好不小心摔下去，他後面的日子就會開始發生劇烈的改變。就长照就要發動了。我講一個畫面，你想象一下有一個住在4樓的老頭叫老張，那因為膝蓋退化所以他沒事不敢下樓，必要出去什麼倒垃圾那不得不出去他才會出去。那他想去公園曬太陽，這都要猶豫半天，因為他腳很痛最後怎樣？就是整天關在家裡看電視，然後他也不太會叫 Uber，就每天在那邊煮泡麵來吃或幹嘛，這不是特例這是那56萬位長輩的縮影。再來你要知道老人宅會怎麼影響房市接下來我們就來聊這種老人宅增加的速度這麼快會怎麼影響房市我知道你要講什麼那不就等這些房子等這些老人走了，這些房子釋出嘛，對不對？你看這麼大量85萬那釋出以後，這個台灣房價就會砸了嘛怎樣又怎樣？這個是以後再說，因為它怎樣，它就不是馬上會發生的事情你有沒有看現在人均餘命有多長那現在會發生的事情是什麼？就是這些老人會跑去哪裡？你覺得是鄉下嗎？他就已經卡退咧沒啦，你他媽住什麼鄉下你覺得會是農田種菜養雞嗎？有沒有可能？不太可能都獨居了然後還跑去種菜還跑去養雞養鴨養豬。不太可能真的不太可能，尤其要在身體不好的情況之下，那更可能的發展是什麼？他就是想辦法要往蛋黃區跟電梯大樓擠就對了。蛋黃區是因為醫療資源不是因為學區老人要什麼學區，那就醫療資源。你沒有大型醫院，你至少可以拿慢性病藥的藥局診所要多嘛例如說他本來住公寓3房然後他就怎樣？他就被迫要賣掉，然後換成電梯2房為什麼是2房不是3房？就总價的關係嘛。然後本來住蛋白跟蛋殼的會怎樣？會想辦法轉移到蛋黃去。為什麼？就蛋黃才有醫療資源他看慢性病什麼的會方便很多然後其實吃的價格有差，但是差的不多。也就是說他搬過去就是居住而已的生活成本提升，其他吃穿用行都差不多。也就是說未来會有2種房子更加的搶手。來，第一種就是蛋黄區的電梯2房尤其靠近醫療資源了。雖然我之前影片我都在講說高雄中古3房平車但是我們今天單看老人這個族群的話
高雄有老人啊，澎湖也有老人，大家都有老人啊的話，那就是靠近醫療資源的電梯兩房這是特定族群，那不是整個市場特定族群的需求兩房對老人來講怎樣沒差啊，對不對？子女都搬走了然後可能2個老人家或者1個老人家住2房，然後他們最常安慰自己的話就是那邊變少不用打掃，就這樣。有3房有4房可以住，誰不要？老人不是都這樣嗎？就是很喜歡留一間客房，然後說兒子女兒帶小孩來的時候可以睡然後那一間房一整年沒用到幾次，可是都打掃乾乾淨淨啊，反正就是親情啊，就是這樣。好，來第2種是地區醫院附近的房子這樣他去看病拿藥都很方便，而且2房還有1房，如果真的有需要看護的話是搞得定的所以如果你手上有一間地區醫院旁邊的電梯兩房，恭喜你，真是恭喜你，你這一生應該不會再遇到，反正你就總是有一間大醫院旁邊的電梯两房嘛，這個是老人聖品啊你晚年真的發生什麼狀況的話，你最爛你自己住進去最後你要知道未來最受老人青睞的房型，那我們再來討論，如果是有錢的老人，他會最想要買哪一種房子？直接說結論：預售加大電梯兩房加管理室加進醫院車位還好，因為老人不太能開車了，比較有道德感的老人都覺得自己開車已經是個公害了當然有那種混蛋老人去撞小朋友的，我講到一次想到一次爆血管一次。好，我們一個一個來說首先預售。為什麼我這次會提到預售？預售能怎樣做客編？雖然現在很多建商不給你客編但是你可以留料不施工嘛，或者是怎麼樣。那目的是什麼？他要爆改到輪椅方便進出例如說一般的浴室門寬你看一下你家是不是70公分這個輪椅怎麼進去？很難進去啦，通常要改到90公分，然後不要是開門，你人嘟在那個浴室門前面，你這樣開門卡自己輪椅很麻煩有時候改滑門就這樣。預售反而是這個時候的首選，不是說老人要住新房子而是我買個中古我要爆改成這樣，這都要砸牆的東西那買預售好了，因為我要花的工程費就對比中古整間敲掉重做，買預售自己去改還比較便宜，會變成是這樣。好，那你要改的地方真的太多了。再來是大兩房大兩房有個很重要的優點就是床擺進去以後還要怎樣？旁邊還要留輪椅空間這樣就不用說你要睡覺了然後還要把輪椅推出去之類有沒的。然後進醫院的原因剛才講過了，拿藥比較方便。最後就是有管理室，那有管理室的意義在哪邊再可以幫忙收包裹、倒垃圾跟看一下你還在不在就這樣。甚至你跟警衛關係打好一點，其實也不用，你就給他錢嘛100塊200塊，然後有比較重的包裹或是什麼那他就幫你扛上去。這對警衛身體力壯的來講，雖然警衛有很多老人但他們幫你搬個東西他也不覺得怎樣，然後還有一些小費可以賺，當然就是沒就放進來了懂嗎？是這樣。你可以請人幫忙，如果是公寓不好意思你自己想辦法那也可以在室內安裝一個求救器那閃到腰或是跌倒的時候可以按那個求救器，或是拉繩呼叫警衛來看。我去看有一些中古屋當年就有這個東西，然後我就問說這個還有用嗎？因為那個門鈴都壞了。他說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拉，反正就這樣一拉他媽整棟那邊亮還得了總之就是這種設備通常現在比較新的大樓都會有中古的話你就碰運氣，也不用碰運氣你就是自己裝就對了所以能滿足這些條件的預售屋就是老人的什麼夢幻逸品。講啦，我們整理一下，我們今天講了老人宅大幅增加的趨勢，以及它可能對房市造成的影響。那我也為你分析老人宅增加最快的區域，以及這些老人將來會往哪邊移動，跟未來怎樣的房子最受老人青睞。這個未來很未來這不是什麼5年大概10幾20年，你就把自己想成你老了要住的東西就對了結論是最受有經濟能力老人喜愛的房型就會是以什麼為核心去考量？輪椅輪椅預售大電梯兩房應該是這樣講，就是要有電梯然後最好是大兩房就好了這個預算上的考量。當然有錢老人獨立於我們凡人市場之外他要高樓層然後100坪以上，然後豪華景觀夕陽落日海景什麼的，那是他們的事就這樣。未來這種房型在房市會極具的競爭力跟有增值的潛力。我這樣看看，以我高雄我熟的地方，我覺得中都蠻適合的，對不對？中都不是美術館聯合醫院
然後都新房子哦，然後也都陸陸續續要交屋啊。你說生活機能沒什麼，生活機能沒差啊。中都那邊有 7-Eleven 有全聯哦，然後騎個機車哦，或者怎麼樣去菜市場都還可以。總之就是兩房扎堆啦。還有桃子園也算嘛哦，桃子園那邊還有國貿菜市場哦，老人就很鍾情於菜市場就對了，那他們生命中的一部分。好，那最後我想問你，你覺得下面哪個方案能救老人宅 ？A. 跟老人住可以免水電。B. 跟老人一起租房子，租補要翻倍哦，這不是講幹話哦，就是青銀共居哦，這政策哦，就是身強力壯的年輕人哦，你去租房子，那個老人房東也在裡面，你去照顧他，你幫他丟垃圾，你要幹嘛？然後房租算你超便宜哦，就這樣。C. 安排社工每周探訪老人，這個哦，有一些社會住宅的業者有在做，做的方式是打電話哦，我感覺就是看他還在不在而已哦，就這樣。哦，對哦，講八卦之前先打個岔。長期看我的朋友都知道，高雄置產要找誰？找台灣房屋美術之星店林店長。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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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小老鼠5個 go， 免費的哦。那每隔幾天你都可以看到一些有增值潛力的房子被 po 出來。那跟我說好友已經加到超過7000人了，真誇張。那想置產台北市、新北市的朋友，就加台北101蕭店長的 LINE， 小老鼠 buy 台北，小老鼠買台北這樣。那讓蕭店來幫助你成為天龍人，跟我說已經超過2000人加入了，趕快加，越早加入越早挑案件。買了雙北，你想要裝潢，你就找漢一室內裝修啊，裝潢找誰不是找，就是怕被當盤子敲嘛。我就推薦漢一陳老闆，反正問不用錢，小老鼠漢一HANYI 漢一。你想要只做一間廁所的翻新，這都可以哦。反正你先問，拍照傳過去，去丈量討論之後再說。漢一很有實力的，資訊欄裡都有連結。那你看哦，全台房市冷淡中，高雄的重大建設卻一個都沒有停。那你不趁現在挑房子，你是要等重大建設落成以後，你去搶貴的，你才高興是嗎？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我把高雄置產增值的寶藏都埋在那裡了。如果你是蘋果手機，你記得你要用網頁來加，你不要用那個內建的 App 來加，不然會被多收蘋果稅。反正我就一直研究一直拍，那能拉抬房價的高雄市蛋黃區重大建設，那有阿元看房系列，就直接帶你去看會增值的房子是長什麼樣子。現在加入就能獲得幫你整理的高雄重大建設。都不用猜哦，我自己也有買高雄，所以你放心，你看到的真的就是我自己正在身體力行的功課。現在就加入買房阿元的 YouTube 頻道會員，馬上加，馬上開始抄作業。最後提醒你，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不要炒房。你買在重大建設旁邊哦，配合政府的公益出租人的政策，做個好房東，守住房子，自然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剛看 YouTube 的後台有74%的觀眾朋友都在看而已，沒有按訂閱。就這樣還有55000訂閱，那就麻煩你幫我按訂閱，應該不久後就10萬了。10萬有什麼好處？這樣我就會比較爽。對，按了嗎？按了哦，好哦，感謝你的訂閱。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講八卦，講八卦，老人宅出現到真的去影響。就是繼承到房市我個人認為這個時間繼承是陸陸續續都有。再講個八卦中八卦，就是說疫情以後，戴叔說他很忙，這知道意思就這樣海量的案子突然就被拋出來了，所以台灣疫情真的是殺掉不少人。好，然後你說這85萬戶以後等繼承，我可以說人均餘命人均餘命這個概念，就以我家親戚為例好了當然我不能代表整個人口市場嘛，但是這畢竟是一個故事，你自己去看你家是不是也這樣。好，就是說什麼我問我爸，他說他沒看過他阿公，就很早就死了。以前大概在反正就40歲、50歲、60歲差不多了就這樣。可是到阿公阿嬤那一代，我剛剛說的是我爸的阿公，對現在是我的阿公就我爸的爸爸哇都是70、80，對不對然後你看你的命比較好的長輩都還在，還90幾，對不對90幾歲人類也時常都有，這個都是以前在民國50、60年代就很難發生的事情。有沒有人類也有啦，但是很稀有嘛。那大概大家都是默認內建自己大概60、70差不多 GG 就這樣。在更早的話壽命更短。好，結果你看這才幾代啊，這才幾十年啊，
幾十年才幾代人而已哦。哦，現在人均餘命很恐怖誒，現在人均餘命90幾，90幾要一大堆哦，真的是一大堆。你去醫院看看你就知道了哦。隨便一問啊，那個老人哦，沒人跟他聊天，又外籍看護，我也蠻北爛，我就真的會走過去跟那個老人聊天哦。然後我也沒幹嘛，雖然我這個行為看起來像騙子哦，但是我跟你講，那個老人哦，就都這樣啦，孤單寂寞覺得人哦。啊，你跟他聊天，他就很高興的，他就他媽那個家長家短，一直跟你講，一直跟你講，一直跟你講，就這樣，因為他找不到人聊天嘛，你就跟他聊天嘛，哦，然後隨便一問，80幾、86、87、88，然後通通都有，還有90幾的，90幾的自己拿個拐杖，然後來拿藥。我說啊，你行咯，好勢好勢啊，你給我提乖啊。他說啊，我囝叫我一定愛提，啊，不然他也不想帶哦之類有沒的，反正人居於命。好，那你看90幾的那個阿伯，他的兒子幾歲？哎，60幾，差不多吧，對不對？他還在等呢，他還在等呢，對不對？哦，等，好，然後等到有一天他百日了以後 ，OK， 好，那可能已經逼近100歲了。逼近100歲的時候，哎，他兒子終於等到了，好，等到什麼？等到一間屋齡40幾年的老屋，然後他兒子70歲，你要等你去等。我還是認為說，我們年輕要靠自己的努力，哦，然後去爭取到自己想要的房子。還比較理想，就不用等那個30年了啊！真的繼承到的那間屋齡40幾年、50幾年、60幾年的公寓，然後30、40年的電梯大樓，你很爽嗎？對啊，真是莫名其妙。啊，叫你去住，你要住嗎？哎啊，這個漏水又壁癌又安這個要整理了200-300萬，然後我一生瀟灑哦都不存錢，想說有房子可以繼承，我就不管了。好，結果現在要拿200萬出來整理也沒錢哦，然後說哎，可以把這個舊房子整帶來自己修繕自己啊，那一算到以後每個月要繳錢，哎呀不行，會影響我的生活品質哦。等繼承哦是一回事，但是我是認為等繼承是一個對自己人生超級不負責任的做法，我的看法啦，我就是這樣想的。好，然後再來講另一件事情哦，台中榮總哦，台中榮總在準備這篇稿子的時候，我就想到我以前啊也拍過醫院附近老人宅那個聖品嘛哦，以高雄來說就是高一哦，或榮總或澄清湖長庚那一帶 ，OK 好。有電梯老人聖品，然後以高一來說，我跟你說每個醫院的評價都很差，你去看 Google Map 超好笑，醫院那種地方你還去給他評價1顆星，那個護士小姐態度不好很多啊，所以你光看那個星星數都已經變成一個嫌惡設施了，你說有那麼誇張嗎？就這樣，可是你要相信頂尖權勢的人他們的選擇。到現在還住在裡面，對不對？那個幾任的前市長哦，你知道我在說誰就好，我沒有要算他哦，我只是要說，你看他選擇在高一哦，然後所以高一真的能怎麼樣續命，真的能續命，老人都很惜命嘛，尤其是他又有權勢的人續命啊，所以你要相信這些權勢人物的選擇哦，他們選擇哪個醫院，那你就去哦，這不會錯的哦，因為頂尖的醫生、頂尖的醫療團隊都在那裡。好。那高雄的話就看高一為首，那附近真的是有行無市，要麼那個透天一旦釋出沒有行情的啦，就被人家吃下來，吃下來之後爆改套房來出租或是就是老人要安度晚年要用的，就這樣。然後那附近的電梯大樓新建都很貴，就老人啊看病方便啊跟醫院的高級主管啊等等的。好，然後我以前在拍這一集啊，主要也是在講高雄高雄的高一附近。我後來想一想，我記得我補充了一個台中榮總怎麼回事台中榮總中龍啊，這等於是台中最強的醫院了吧中龍。好，中龍我就很納悶，為什麼它附近房價起不來？那附近房價還20幾的電梯大樓呢，雖然屋齡也20年但是就還好啊，這個也是正三房啊，也在醫院旁邊啊，為什麼還有20幾？雖然它地處比較偏遠我發出這個疑問以後，有非常多的留言跟觀眾朋友後來來密我住台中的，他就說啊。因為那旁邊火葬場，因為那旁邊蒙阿波難怪嫌惡設施，然後不想要住醫院旁邊，因為以台中來說還叫有得選的狀態，到處都是，還有一堆空地，你幹嘛沒事要住在醫院旁邊台北就不一樣啊，你看你住在台大醫院附近，不是尊爵不凡好，我就說台中榮總怎麼怪怪的，為什麼它房價會那麼的低？這個你看你把它弄成 IKEA 風格然後來租給醫護人員，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情嗎？你的投報率就是高的然後又是老人宅完了你下一手要脫手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我就很納悶為什麼它還是那個房價，然後講了火葬場嘛，講了蒙阿波嘛，結果之前的新聞對不對？好事多，台中好事多下一間說要蓋在那附近旁邊，
瞬間我有去看哦，那個591哈，好幾間收起來不賣。對呀，你看好市多選址當然有它的考量但是他選了醫院旁邊 ，OK 啦，對不對？所以哇，這個醫院又把生活機能又補起來了，靠好市多在哪補起來了？雖然老人好像都嫌好市多很貴還是什麼，我看他們也買得很開心好，總之就是這樣，就是台中榮總。你看那時候頭鐵一點的人想一想，台中榮總那附近我這樣放聲出租已經3%快4%，我只要把它整理漂亮 IKEA 風就好了。那我去搞我看，我去自裁下去，哇，他現在中獎，中了大獎，好市多開旁邊，很爽的一件事嗎？好啦，就是這樣了老人宅現在還有一個趨勢就是老人無障礙室內設計這東西以後會是顯學，會是主流。現在還好，現在老人宅這東西的室內設計叫奢侈品奢侈品，以後就不是了，以後就是剛需。有點想做這個生意怎麼辦？我不知道，再研究看看。